可把我气坏了，说我的结婚叫我当这个家。俺婆婆上来给我100块破银元，100块银元可不得了啊！你这一下子卖掉的话，这现在还值不少钱了。来，我看都是啥呗？他这分明都是看不起我，当我是3岁小孩你说我要这些银元干啥？我要的是钱。其实这个银元啊，它就相当于是钱。你这100块银元，这真假完全没啥问题啊。你不想留的话，你这可以直接变成钱啊。关键是值不了几个钱儿。我闺蜜说了，银元含银量低，一个才值200块钱。哎呀，你这闺蜜啥都不懂。银元虽然说是9银1铜，但他们又不按银子去卖。我看你这里边啊，这啥的银元都有，这整体品相还并不差啊。你可千万别轻信那闺蜜的这个报价啊，她这是啥都不懂啊。关键是我相信了，昨天跟俺婆婆大吵了一架，说她看不起我。吵完架之后，我就带着这些银元离家出走了。哎呀，你这事办得太鲁莽了，估计恁婆婆应该也是很无语。明明给你100块银元讨好你，结果嘞，你却给她办难看。这也不能怪我，是她私言在先的，说好了让我当家，没诚意，却给我100块破银元。你这些银元虽然说这个壁面你看都带褒奖，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价值。过去家里边啊，能一下子有100块银元的，绝对是大户。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啊，足以说明他对你比较认可。作为晚辈啊，你不能因为不懂而闹情绪，这么鲁莽啊，只会产生更大的误会。你就别替我婆婆说好话了。我婆婆这个人你不了解，她平时对自己都不舍得，还是不想叫我当这个家。哎，对自己不舍得，说明恁婆婆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这并不算啥缺点啊。你都不知道，他们的退休卡都不给我，知道我平时爱花钱，总是唠叨我。哎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想当家的话，其实操的心会更多，里边也没啥油水。反正你这次误会恁婆婆了，赶紧把银元给她拿回去，给恁婆婆道个歉。你这话怎么说？那你先帮我看看吧，看看这能值多少钱？100块银元，说实话肯定是能值大价钱的。鉴于你这个银元比较多，我给你随便挑几个币种，简单的说一下。先说里边最贵的这龙阳，我看这里边啊，至少有10几块龙阳。就拿这个赵忠为例，我们普通人家最贵的这个银元了，当初这个赵币中场，正儿八经的龙阳3000个之首。赵忠啊，其实就是看他这个鼻子嘞，你这个鼻子高挺，龙鳞也没什么问题，而且字口也非常清晰。其他龙阳咱就不过多了这个讲价格了，就单单说你这10几块银元，就这10几块龙阳，就单单说你这10几块龙阳，说实话，没有一个大几万块钱，你现在还买不来。啥呀？就这10来块银元能值那么多？对。照你这100块来看的话，那不得几十万了？几十万可能大了谈不上。但是这100块银元里边，这种龙阳只占了一小部分而已。我看这里边，你看还有其他的这个3年、10年，因为冤大头它的年份也比较多。我这一一不给你细看了，因为大头里边也有很多版，有些值钱的版啊也是非常贵的，里边应该也有8年。就单说你这个普通的这个3年嘛，因为这个3年你看壁面无伤无戳，随便现在这一块也能卖个1100。你的意思是常见的一个都1000多了？对。那这样的话，这10几万块钱有了？那有。那太好了，你今天都给我变现嘛，正好我去买点东西去。你这想法不太现实啊！本身因为这个银元，你和恁婆婆生气了，这还没有妥善解决了，你这轻易卖了去消费，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说实话，你这些东西我也要不了，我也不建议你卖，建议你呢回去给恁婆婆道个歉，再做打算。那你不要算了，你不要我再找其他人看看。那好吧，那你再转转吧。真令我太失望了。俺媳妇家里家财万贯你看她爸妈给的陪嫁，竟然就一块大摇头。你先别着急，如果恁媳妇家境好的话，那个陪嫁应该不会差了。来，我看啥样的银元。俺爸俺妈在家里面都给我看过了，这都是以前的袁大头还有孙小头，他们俩告诉我，这一个市场价也都几百块钱。几百块钱买不到这种银元吗？我看你这俩并非普通的大头小头啊，这俩是银元中的名誉品，原相共和，还有上五星。啥家是名誉品我不懂。俺爸妈说了，这银元都20多个银子，起不了啥大风了。恁爸妈主要是对银元不懂，虽说你这俩银元都不带分 ，XF97的原相共和，这可是原汁原味的味道币。还有 XF92的上五星，壁面干净，看着舒服，这俩银元当陪嫁完全没问题。你不要听恁爸妈胡扯。
你可能对俺爸妈有偏见。俺爸妈之前啊都卖过银元。他们说了，好像以前卖了几十块钱一个。现在虽然说涨价了，也就比以前稍微贵一点呗。我对恁爸妈首先没有偏见，以前几十块钱一个卖的银元应该是很长时间了。主要是你这俩，这都不是常见的。你别说常见不常见吧，你都说这俩银元是不是20多个银子吧？对，重量的话就是26.8克，因为过去的银元重量它都是统一的标准，1元的面值就是72分，但是现在收藏银元最主要是看它的品相和状态，你讲的重量完全没多少用。绝对是有用的。我拿着以前俺妈给我用银元加工的手镯，还有桌镯那是3块银元做的，只有60克，人家只给我100多块钱。对，60克左右的重量，它的市场价大概也就100多块钱的样子，因为银元的含盐量只有89%。你看看，3块银元只卖了100多块钱，你说这俩能值多少钱吧？你这样比较就没意思了。首先，你那3块银元它是不是完整的？因为加工手镯、脚镯都毁坏了。60克的银子啊，也不是纯银，和恁媳妇这俩配价银元，简直是没法比。我发现你这个人挺有意思，一会儿说含银量低，对，一会儿又没法比，你这说这俩银元到底能值多少呢？行吧，那你既然不懂行，那我就给你来讲一讲。先说你这个上五星吧，和我们常见的这个小头啊，正面看上去区别不大，都是孙中山的头像，唯一区别就是字面这一块，这俩5角星，常见的孙小头都是6角星，所以区别很大。还有就是发行年份不同，这个上五星是1912年发行的，在袁大头之前。常见的孙小头啊，都是1920几年发行的。常见的孙小头存世量比较大，这种上五星呢，由于它这个发行时间短，所以贵。再加上你这个品相状态不错，你看两面几乎是没有流通痕迹，我看最少得几万吧。一个银元几万？对，你没搞错吧？没有，我卖给你，你给我真金白银不是？100%真金白银给到你。还有你的另一块原相共和，就单从它这个玳瑁，你可以看一下，就和我们常见的袁大头区别就很大。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袁大头流通过，而这个原相共和啊，它是属于纪念币。你可以看一下字面上写的都有，你看中华民国共和纪念币，虽然说有面值1元，但是我们平时极难见到它。你这一块又是原汁原味的状态，虽说是97的包浆，但是这包浆很舒服。这一块的话，给到你9万没问题。乖乖，这价格听起来真喜欢人啊！对，你说实话，我有点不敢相信。这有啥？这都像是做梦的。这有啥不敢相信的？你刚才也说了。恁媳妇儿家境是吧？不错，家庭条件好，给自己闺女配送2块几万的银元，这也不算啥稀罕事吧？只不过恁爸妈他不懂罢了。恁岳父岳母啊，还是非常实在的，拿回去好好珍藏，以后啊，说不定管给孩子当这个传家宝。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老板指点迷津啊！谢谢。没事。我这有一块家传的老银元啊，俺也说这是稀少又罕见的版本。现在最低价我跟你说能值300万吗？价值300万的银元，这是一块中原啊，稀少罕见倒是谈不上，因为存世量不大，一般平时很少见吧。我问过俺庄里好多人了，确实是大家都没见过。我要不是准备在杭州买房子嘛，我跟你说，我今天绝不会拿出来卖。恁村里边人没见过，并不等于别人家里没有啊。我看你这个品相倒还不错，你看它这个发丝没有怎么磨损，字口也没有什么弱大，包浆看着还蛮舒服嘞。准备在杭州买房买这个，杭州的房价很高，你这是杯水车薪啊。哎，我这样跟你说吧，我爷爷2015年的时候，我跟你说，这块银元都找人鉴定过了啊，当时人家给200万，这快10年了，我想卖300万不多吧？如果10年前有人出200万的话，按目前的市场涨跌幅度来说，给你300万确实不为过。但是你这个中原在过去很常见，我们常见的袁大头是1元，而中原就相当于是5角，重量刚好是袁大头的1半。按银本位兑换的话，2块中原在过去啊才通兑1块袁大头。哎，你也别整那么多没用的。如果常见的话，那为什么别人家里都没有啊？常见的话，应该到处都是。那个在过去啊，确实是比较常见。现在家里边有的人确实不多，
主要是有2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就是中原的含银量比较低，我们经常说银元实际是9银1铜，但过去的造币厂啊，它为了开源节流，有时候会在这个含银量上下文章。就说这个中原，它实际的含银量只有80%，含银量低，自然啊，它这个银色就不正，所以过去人啊都不愿意要中原。自然而然的，第二个就是只发行了一个3年的年份。你看袁大头有3、8、9、14个年份，中原就发行了1年，所以存世量它相比袁大头而言就少很多。这些银元啊，在以前都是家传下来的，用的人少了，自然也就不常见了呗。那你说的是巧舌如簧，关键是10年前我爷爷都找网上专家都鉴定过了，这个中原就是真品、古品、罕见品3品合一的，最低价的值200万。当时立马给我钱我都没卖，你知道吧？哎呀，网上的专家不可信啊，他们给你开价报200万的高价，就是想要你的这个鉴定费。鉴定费并不高，鉴定一次才800块钱而已。800块钱还不高吗？10年前的800的鉴定费已经非常高了，咱们供我入盒才100块钱，你就 PCGS 人家国际通用的盒子才收200-300，你这个银元说实话压根就不用鉴定，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你就单看它的边齿就行了。中原的边齿比较特别，和其他版的银元啊边齿不一样，边齿这个流通痕迹确实比较明显，但是整体壁面并不差呀。原像的发丝、耳朵、肩章是检验中原状态的标准，可以说是没什么磨损。价格面的话，种子只要不弱大，都是好中原。你这个中原我没看到有什么毛病，就这个品相给你报价的话，1万块钱的市场价吧。你别给我开玩笑了啊！没开玩笑，我要价300万，你却只给我1万，对，还以内，这价钱看了我有点接受不了。你这不叫砍价，这哪是砍价，这就是真实的中原市场价。现在挂着300万左右的银元，必须得是样币了，只要是流通过了，都不会有这么高的卖价。真正罕见的银元啊，你就像现在的北上广深的房子，老一辈没留下来，我们普通人啊也很难去预习。我觉得你鉴定的有问题。少300万我还真不想卖。算了，我还给我吧。那行，再找个有实力的商家吧。早日祝你找到有实力的商家，多比较比较，多打听打听行情再说吧。我这5年前啊，跟朋友一块儿买了一块银元，好像当时花了1万多吧。这时间长了，我都叫这事儿给忘了。5年前那时候银元啊很便宜，你花1万多买，应该是一个好币种。来，我看看是啥来。因为我当时偷偷攒了1万块钱，想着时间长了，怕被俺媳妇发现了，就跟着俺朋友买了一块银元。你还真别说，你这零花钱买的是真超值，因为5年前的时候啊，银元确实便宜，你这还不是一块普通的年份的船样，21年，这是特别少见的上三角，而且你这个分值也特别漂亮 ，AU 58分啊。可以说在银元里边算是顶级的这个品相了。如果你早2年拿出来的话，这卖的价格这更喜欢人啊。俺朋友前2年见我卖了，叫我卖了，当时我这没在身边放着，我在外地回不来，正好孩子这不是准备结婚呢，我来请教你一下，一般送给孩子的礼物啊，不知道这银元是不是合适，别人会不会说我太寒碜了？孩子结婚送银元非常好啊。因为咱中国人喜欢一个圆满，你看银元谐音姻缘，寓意着圆圆满满，把这么贵重的银元送给孩子太合适了。这话要说回来啊，这也不是一般的那个银元，咋可能会寒碜人嘞？因为俺这个儿媳妇啊比较挑剔。你就比如说吧，去给她买5金首饰，她到金店，都想不中黄金嘞。说啥黄金太俗，净挑那些贵的，啥家伙 K 金了，钻石了，一口价的那个，我就怕这银元他想不中。哎呀，现在年轻人想法都很多，选的这个黄金首饰啊，确实是越来越少，因为黄金戴起来啊，有很多时候不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观。而金店里边最常见的黄金首饰，说实话，它也不挣钱，卖那些 K 金啊，一口价更挣钱一些。说白了，你买首饰和送银元啊，
根本没法比。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你这个银元不便宜，能碾压所有我们常见的这个银元。还碾压？老板，你这词儿用的挺猛啊！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气。毕竟这个银元啊，是我花1万多零花钱买的。我就怕他嫌弃，万一说这个便宜了，到时候都不合适了。我感觉啊，你应该底气十足啊。所以说你这是5年前花1万多买的啊，你把那个零花钱去掉就行了。但是你现在再去买的话，1万多可买不来了。最主要啊，是因为这个21年的传阳，它这个存世量太少了。传阳说实话，发行量最少的就是21年，当时也就发行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它这个设计有问题，所以说后续啊基本上都给回收了。但是市面上有一部分啊没有回收掉了，就像你这一块，所以说就保存到现在。但是你这个传阳状态确实不错，我感觉你看你这两面基本上都带光。因为这个21年当时流通的时间比较短，所以说有很多人都保存起来了，就像现在我们做收藏一样，很多人放进来了，有的都当传家宝了。说实话，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我看了笔面都带光，而且这个恩和给分给的也好 ，A 有58分。就目前你这个状态，估价而言的话，现在市场价估计在8万以上。乖，这8万以上，这我这心里都有底气了。这个我回去我都给他。对呀，如果说啊，那媳妇儿相不中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银元卖了，再给他买其他东西。你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血，非得说，他相中的东西，对不对？并不是也是以价值高低来就喜欢不喜欢，对不对？老板，我跟你说吧，我给他知道给他说，这价值8万以上，他肯定相中了，肯定喜欢上了，对，是不是？这个价钱确实挺喜欢人的，现在年轻人都懂，价值越高，他们越喜欢。是嘞，谢谢，没事。你来帮我评评理。咋了？这一块银元好歹是他家祖传的，俺男朋友因为玩牌输钱，1000块钱抵出去了，你说亏不亏？你让我说实话，1000块钱抵出去确实挺亏的。你现在1000块钱啊，根本就买不到什么样的银元。你这好歹也是一块北洋龙，品相状态非常好。你看它这龙鳞摸上去有种割手的感觉，并且还是一块稀缺的短尾龙。你这还真得抽时间好好的劝劝那男友，10赌9输，可不能害人害己啊。俺男友平时都被他爸妈惯坏了，那是我下彩礼的钱都是他爸妈出去贷的款，这好吃懒做也不想去上班，为了自己以后没有压力，还说我们结婚之后不要孩子了，反正就是很自私，气得爸爸妈妈也没有啥办法。由此可见，你这个男友啊，确实给父母给惯坏了。像你们年轻人该拼搏的年纪，你不去工作的话，说实话那就是浪费时间。下彩礼父母贷了款，结婚之后你还能替他还上。如果选择做丁克的话，他爸妈听了之后肯定很伤心啊。你作为他的这个女友，你可以适当的纠正他的错误，就像这个银元一样，抵1000块钱，这不是巨亏吗？你不知道，他家里面虽然没有钱，但是老一辈是村里面的大地主，啥不多，都这银元多。男朋友都是缺钱，拿出来卖几块，反正也不值钱，家里面多的是。家里边就是再多，就是有个金山银山，也有花团的一天啊。这个人花钱的习惯啊，他都是养出来的，对不对？听你说这话，看来那男友的这个种种劣习啊，这都是因为银元而造成的。家里银元不是多吗？你都可以拿出来给他统计一下，把贷款先给他还上。最重要的是断了那男友的依靠，他不正是依靠这些银元肆无忌惮的混日子吗？生了以后啊，你们结婚之后，你拿他没办法。主要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嘞，我害怕他爸爸妈妈对我有啥想法。另外就是这些银元，他也不值啥钱啊，我听俺男朋友说，好像都几百块钱一个。你这想真正的改变的男友啊，你做事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你说实话，像他家里边这种银元啊，他再不值钱，对吧？他也裹不住躲啊。像你拿过来的这个北洋龙为例吧，他给1000块钱抵出去了，这都是资源浪费。你就现在随便拿一块龙样，笔面带戳带伤，比较难看的那种，也不可能就值1000块钱啊。何况这个还是一块北洋里边的短尾，常见的34年北洋最便宜的是长尾龙，因为它这个发行量大，所以便宜。而你这个短尾啊，比这个长尾龙存世量要少一些，自然价格优势啊就高一些。最关键是你这个品相好啊，你自己可以看看它这底板，你包括它这个包浆，这简直就相当于未流通的状态，尤其是它的龙鳞，你这用手摸上去，这说实话有一种割手的感觉。
因为它这包浆又是全身大老黑，一般像这种黑色包浆加持，价格更不会低了。咱们还得来细看一下，一般这个短尾啊都有一个好板，短尾凸金，你这确实是一个凸金。你看钳子这有一横不明显了，底板品相状态好了没得说。你就是按现在的行情来看的话，我能给你报，随便说实话也得值个12800啊。老板，你没有跟我开玩笑吧？没有，这1000块钱抵给别人的东西，你竟然给我高出10倍的价钱。对，这银元真有那么好吗？那现在玩银元其实就是一币一价，同一个版的银元啊，因为状态品相不同，价格差异确实很大。好状态它就是好价钱。说实话，你这个是未流通的状态，卖个12800太正常了。说实话，会操作的呀，你去打个皮盒，拨一拨分，那又另外一说了。正好你这也有钱了，给那男友一还账，剩下来你往装兜里你自己花。说实话，这谁和钱过不去？哎，你说的对，这银元我帮他出了，对，回家再把剩下的银元给他整理整理，我当家。对，这就对了，改变吧。好。俺朋友钓鱼钓出来300块银元，我花10万块钱，通常买了30块。你帮我看看这次能赚多少？10万买30块银元回来，看来你这是大手笔啊！看来你对银元非常懂啊！来，我先看看是啥的银元。我对银元是不懂，但是我朋友比较懂。他说这一块银元最少值个5万8万的，说要带着我们发大财。带你发大财！我看你这全是大头小头啊，这有的带铝锈，而且里边大部分你看这都洗过了。如果一块能卖5万8万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他自己卖了不就行了吗？他这叫这仗义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嘛。主要是他想拉我一把，你给仔细看看，这银元的状态都非常好。整体状态还行吧。从洗过的这些来看，这个除了背面，你看这有些带点铝锈之外，品相还算通货吧。冤大头，我没看到这里边有8年的和之前的版。另外这些带铝锈的，也算是通货状态。10万买30块，这咋挣钱？我朋友在网上找的靠谱的专家看过了，这些洗过的能卖个5万8万的一个，这些没洗的一个能卖20万，我算好了，这全部卖完能赚个200万左右。你这靠谱的专家报价太不靠谱了，洗过和没洗过的银元价格哪有错那么多？没洗过的银元在我们行内被称为原味，而你这些全部都是带铝锈，在我们行内称为罐装。锈少一点的还好一些，锈大一些的你放平时都得清洗掉，价格稍微有一些影响。而你这些洗过了，虽然说清洗了，但是整体上没有伤到底板吧？依我看，这2种价格是一样的。反正我不管那么多嘛，对于我来说，只要能赚钱就行。专家让我去外地，我嫌麻烦。这30块给你，你给我200万就行。挣钱我觉得有点难啊！我看一遍之后发现啊，你这银元全部都是常见的年份，袁大头、孙小头、传阳，这都是银元中最基础的银元，全部变现的话，你不仅挣不到钱，我看你还要赔得稀里哗啦。不可能的事，你得仔细给我看看多少钱一个吧，你也打价。哎呀，这价钱说实话没什么可打。你这里边我看了，总共3个币种，大小头和传阳，小头嘞总共就这3块。不仅没有任何版可言吧，而且你看这里边还有一个带戳的。孙小头最贵了，当属这个上5星下5星的版。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很难见到上5星下5星，和这种常见的小头比例为1000万分之一，也就是说1000万块里边才有1块值钱嘞。就你目前这品相的话，3块1500-1600的市场价吧。3块才给我1500-1600，对，你这价格不是扯淡吗？你这报的价格能叫我气吐血。气吐血倒不至于，刚才就告诉你了，这3个币种啊都是比较常见，这里边只有1块传阳，还是23年的，上6位数最低也得挂着是21年的3鸟，23年份和常见的3、9、10元大头一个价钱，也就是说你这剩下来啊，这26块元大头传阳价格是一样的，因为里边没有8年和带版了，所以只能给你按通货来算了，通货现在也就1000亿左右吧，可以算一下。大整账26块28600，多少？你这一堆才给我2万多，你这价格报的跟前年有啥区别？你别给我搞错了，我这是10万买的。你10万买嘞，对吧？买30块大小的回来，只能说明你对银元不懂。第一啊，
300块银元重几十斤，加上水的重量，钓鱼竿根本就钓不上来。第二，恁朋友找网上那个专家很不靠谱，就像这些常见的银元，能给你报到5万、8万、10万的，这都是睁着眼说瞎话。第三，就是你这个朋友也不地道，什么人的钱都赚，市场价2万多的东西卖给你10万，这不是坑你了吗？没有你说的那么坏。我看你也是嫉妒我们啊，要不然你在这不识货。那我就找别人卖吧，我那行麻烦一点。那行，给你慢慢的走，拿着吧，对，拿着吧。我这有一块价值100万的银元，我现在急着用钱嘞，准备给俺弟弟买房子，你看能不能卖个80万？你这个是楚玉璞的军阀币，这品相漂亮啊，80万要的确实不高。如果东西对的话，个人感觉卖个300万以上没啥问题。我老公就说了，值100万。这是他去年买了他朋友的。要不是我弟弟无意准备结婚买房子，不然我也不会卖。100万买朋友的，不过看着这裸臂包浆发黑，背面正反面压力看着还行。看边吃，这做工不敢恭维啊。准备给弟弟买分房。这么贵重的银元，这么大的事儿，建议你还是回去跟你老公商量一下呗。你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就这么一个弟弟，花几十万块钱给他买的房子，这也不算啥事儿。听你说这话，你这当姐的挺阔气啊！一般我们普通人买一套房子，那得奋斗好多年，不像你这手里这么有钱。我也没啥钱，也是普通人。上班10几年了，挣了100万。我老公听说我跟俺弟弟准备买房子的，去年他背着我，竟然一下子100万买了一块这个银元。结婚10几年攒100万，你老公投资银元也是对的。攒钱本身就不容易，你这准备一下子给弟弟几十万买套房，他背着你买这银元，应该是怕你一冲动把好不容易攒的钱给花了，万一以后自己孩子结婚咋弄啊？可被你说着了，他就是自私，根本不懂啥叫轻重缓急。我儿子还小，上3年级，结婚还好多年嘞。我弟明年不就结婚了吗？等我租房子来了。等结婚，这不是还有恁爸妈了吗？小孩子年龄长得快着了，今年上3年级，再过10年8年，那都到结婚的年龄了。到时候用钱，你没有也不行啊。到时候不是还有他舅了吗？我就这一个弟弟，现在我不帮他，你说谁帮他？帮人得有一个帮的方法，一个弟弟知道亲是好事。买房子你可以借他10万8万的，替他付个首付也行。如果全款买的话，这帮了就有点过了。另外呢，恁老公去年100万才买了军阀币，你这上来就少20万，而且还不和恁老公打招呼，你这样卖不合适啊。我不这样卖不行了。去年给他说过了，我弟弟结婚要给他全款买套房子，他就是不听，只有便宜卖银元了。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冷不丁的拿一块楚玉璞的军阀币，上来就要80万，我觉得没有人会买。为啥不买啊？100万的东西，我现在都便宜20%了，再少也少不多少了。我跟你说句实话像这种稀缺的军阀币，越便宜越没人要。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你简单的讲讲。首先，楚玉璞这个人在民国时期，他和孙殿英一样，从土匪慢慢的扩成小军阀。这块银元就是当时他打着共和的旗帜做出来的纪念币。很可惜当时因为楚玉璞这个人名气太小，所以这个纪念币做出来并不多。现有的存世量也是少之又少，所以物以稀为贵，它自然就更贵了。不过细看你这个品相，应该是未流通的状态。但是做工又不怎么样，尤其是人脸，你看他的胡须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像是被磨平似的。你可能不太懂银元，一般像这种未发行的这个银元和那种湿铸币压力应该是等同的，压力必须得够，所以细看你这个压力还是有所欠缺的。专业性的问题我也不懂，你也别挑剔了。这样吧，再给你少2万，70万咱俩成交。确实成交不了，刚才我就告诉你了，像这种贵重的军阀币，你贸贸然拿出一块裸币出来，根本就没人要。难道别人都买不起吗？这几十万也不算贵啊。不是别人买不起，是有钱人根本不会碰裸币。裸币第一个真假，极少有人能看懂。本身高端币就是为了投资，你再去学看真假，纯属浪费时间。第二个，你花几十万几百万买到手之后，你随时出手的话，真假自己说了又说不清楚，所以一般像这种贵的军阀币必须带入 PCGS 的盒子。所以你这块银元建议你还是找你老公先去入一个 PCGS 的盒子，然后呢再拿出来卖，随时就可以变现出手。
那么麻烦吗？这也弄得我也去跟我老公商量，哎，真麻烦。不麻烦，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本身那夫妻都得商量商量。好了。早知道开他的车，碰了一下，竟然要我赔2000，求着我开我也不会开啊。这俩银元卖了给他修车去。开别人的车，这个车碰一下，你修车很正常，一般人也不会借给你车开。来，我看啥样的银元。算我倒霉，早知道他的车皮那么薄我都不会借他的车了这开价我比租个车还贵嘞。既然这问题已经出来了，你就别抱怨了。不过你这2块银元挺不错的，都是 MS 高分带转光的。哎，转光不转光先不说你先看好真假给你要了也不高2块2000块钱啥都不说了，东西给你留下。2块给我要2000，这要价确实不高。虽说你这俩银元年份都是常见的，但是他们俩这壁面你看这都带转光，这说句门外话，这比新出厂的银元都漂亮。还有你这编号这都是最近才评的机2000恐怕你也买不来吧？我跟你说吧，这俩银元我拿了我妹我看他放在书桌上也没啥用正好我去修车店正好能用一下。你这是拆东墙补西墙，这个修车钱没着落，又拿别人的银元，这车即使修好了，这银元钱你不得给恁妹补上吗？哎，不值钱的东西，将来我发工资了，大不了还给他2000块钱不就行了吗？看你这态度太不友善了，先是借车出问题抱怨，再说借别人的车，对吧？就是你自己的车出问题，肯定也得修另外，你口袋里再没钱修车，给别人借总可以吧？也没必要拿别人的银元来卖2个银元又不值多少钱，这一点小事没必要打招呼了都是自家亲人的要不是刚才那个金链只给我200一个那我早都卖了。你这幸亏没卖，200一个净让别人看笑话，给200块钱一个，估计金链给你是当银子算了。这比银子值钱你说银子做出来还得掏手工费嘞。对，我才不傻嘞你这俩银元又不是首饰，和工费没任何关系，因为这俩银元这都是民国那时候的流通货币，按银价收肯定不行应该他们看着这个壁面带转光，看不准真假，才给你报200块钱一个嘞。对，他们就说是新的收的话还得砸盒子验真假我没让他砸。你这幸亏没让他砸，砸开就太可惜了。评级比如何，评分很重要，砸开不仅浪费平均费，而且又对不起这个64的高分，再砸不好再伤着这银元了，你这亏大了。主要是钱不到位他给2000不就让他砸了吗？给你2000砸了也亏一般像这种高分银元平时并不常见，但是现在玩银元它固定的分值都有固定的价格，就像这个64分的10年大头吧，T2年虽然说是一块常见的小半壁，但是它这壁面状态非常好因为10年整体状态都很差，你这个算一流的了，壁面不仅带光，而且都是全身打。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一块3000块钱没啥商量。这一块能给3000吗？对，这价钱希望人了那是的，我们不吭不哈嘞，没想到这银元竟然这么贵所以说你拿别人的东西之前一定要问清楚价格，贸然贱卖就亏得流鼻血。另外一块这个是23年的传样 MS 64加，比64还要高一个级别，但是传样的辨识度它仅次于袁大头，所以这个价格相对要低一些。首先你这个传样也没任何补完，所以只能给一个高分的价钱，也是3000。这我确实不懂照你这样说我卖一块就融不完的钱了你感觉我卖哪一个合适嘞？我感觉哪一个都不合适，想卖先跟恁妹打个电话联系一下，说明你用钱的情况，顺便问问他多少钱卖合适，不至于你将来还钱的时候你也说不清要还多少钱。这个电话是不能打不然他肯定不让我卖再不借给我钱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你这俩银元我要不了，另外你也别卖了，修车正好还有几天的空档期，2000块钱也不多，你抓紧时间找人想办法，说不定比卖这俩银元强。想啥办法呀？你不要算了反正我知道这个价钱了，我找其他人去。好吧。